秦小慧，我喜歡的是……全世界都知道竹馬暗戀我，只有我知道，大家都搞錯了。這是本學期最後一場考試，我洋洋灑灑寫完試卷，準備交卷，忽然一個紙團從天而降，把我嚇了一跳。除了徐元那個家伙，還能有誰？果然，我看到前面的前面，那個一身襯衫的金毛少年，默默把手插回了口袋裡。這是公共課的考試，我們不同專業，但考場把我們跨專業安排在了一起。在我看到徐元出現在這個考場時，我就有種不祥的預感。果然，女生的第六感向來靈驗。我咬牙切齒地捏緊紙團，徐元，別以為等會兒你開着新到手的小白車載我一起回家，我就會幫你傳遞答案。忽然有一隻手出現在我面前，一抬頭，我跟監考老師四目相對，瞬間慌了神。不要啊！我眼睜睜看着老師把紙團抽走，而後緩緩打開，面色凝重地看向我。那個瞬間，我感覺本年度的獎學金都化為了泡影，我的全系第一恐怕也要拱手讓人了。考試一結束，我以最快的速度衝到了老師辦公室。老師，您聽我解釋，我沒有作弊，也沒有協助他人作弊。我看着靜靜躺在老師辦公桌前的那個紙團，只覺得自己的解釋格外蒼白無力。我相信你，秦小慧同學，你以全系第一的成績入學，向來都是學校一等獎學金的獲得者，斷然不會做出作弊這種事兒。年近40的老師露出慈祥的笑容，讓我險些紅了眼眶，卻偏偏沒漏掉後面2個字。但是，即便你成績優異，也不能行事隨意，不顧場合分寸。我滿臉震驚，什麼分寸？年輕人懵懂情愫可以理解，但談戀愛也要注意場合，不該在考場上這般隨性。我只覺得腦子裡嗡的一聲炸響。誰談戀愛？我怎麼可能會談戀愛？直到我看清那個紙團上面的圖案清晰映入眼簾，確切地說，那不是文字，而是一個符號，紅筆畫的愛心，色澤鮮亮，晃得人眼睛都有些發暈。又一陣眩暈感襲來，我想都沒想就把始作俑者供了出來。是徐元，他傳錯東西了。徐元很快就被老師叫到了辦公室，一頭亮眼的金髮在門口格外惹眼。他慵懶地靠在桌邊，修長的手指輕輕摩挲着那個惹禍的紙團。我眼巴巴望着他，滿心以為他會好好解釋清楚，誰知道這人雲淡風輕地開口：是我考慮不周，讓老師誤會了，我們沒有談戀愛，是我單相面心生愛慕。哈，那一刻我瞬間反應過來，他這是在故意捉弄報復我。起因還要從我發现徐元的一個秘密說起，他喜歡我們系的學姐，還表白失敗了。那是上周圖書館自習結束，我在回寢室的路上忽然小腹墜痛，例假似乎快要到訪。想到寢室裡的姨媽巾已經用完，我趕緊跑去園區小超市購置必需品。從超市出來的林間小路，我撞見了徐元，他手裡提着一個精緻禮盒，像是在等人。禮盒包裝精美，繫着粉色蝴蝶結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準備送給女孩子的禮物。我本來正要上前拍他肩膀，打趣他藏得夠深，居然悄悄喜歡上了姑娘也不跟我說，腳步卻猛地頓住，因為我看見了學姐優雅的身影。她身着小香風連衣裙款款走來，尖頭高跟鞋穩穩停在徐元面前。我一眼認出這是同系大2的齊元學姐。可以啊，徐元。我悄悄躲在樹後當起了吃瓜群眾，可不敢貿然上前打擾。我看着徐元把禮盒遞到學姐面前，滿心好奇兩人的對話，卻礙於距離太遠，路燈昏暗，根本看不清兩人的神情，也聽不清交談的話語，只看見學姐輕輕推開了禮盒，轉身毫不猶豫地離開，身後傳來徐元的呼喚：學姐，你等一下。齊學姐腳步更快，幾乎是小跑着離開，仿佛身後的人是什麼洪水猛獸一般。我有些發愣，徐元居然被拒絕了，這也太快了些。後知後覺間，我才猛然察覺自己的例假已經悄然而至。就在我躲在樹後吃瓜的這片刻，來得猝不及防，趕緊快步往寢室跑。慌亂之間，全然忘了路邊還有個表白失意的徐元。沒走幾步，我倆迎面撞了個正着。我的目光落在他那繫着粉色蝴蝶結的禮盒上，他的目光則落在我半透明購物袋裡的姨媽巾上。我下意識冒出4個字：兄弟姐愛。他也淡淡回了4字：你多保重。兩人互相問候，表面上也算維持了從小一起長大的情誼。萬萬没想到，這人居然如此記仇，隔了整整1周，還記着這件事伺機報復。所幸這場考場風波，老師格外寬容，只讓我和徐元各自寫3000字檢討，沒有做出其他處罰。我心裡暗暗鬆了口氣，我的全系第一保住了，獎學金也穩穩有了着落。一邊寫檢討，一邊暗自反省，我到底錯在了哪裡？錯就錯在不該有徐元這個從小一同長大的發小，我倆祖父是戰友。
這份情誼讓兩家往來密切，住在对門，三餐時常湊在一起。從幼兒園開始，我和徐媛就從未分開過，常年相處下來，早已是相看兩相厭。好不容易等到徐媛的父親去外地經商，徐家搬去了林氏，我总算在高中3年擺脫了和他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日子，過得格外清靜自在。誰料高考錄取結果出來後，徐媛父親回鄉一趟，帶給我一個重磅消息：徐媛居然和我考上了同一所大學 A 大。寫完檢討最後一個字，我無奈輕嘆一聲，為自己逃不開的緣分暗自感慨。可這聲嘆息落在徐媛耳裡，卻被解讀出了別樣的意味。徐媛湊到我身邊，礙眼的金髮在我眼前晃來晃去。這件事，你要對我負責。又是這句讓人無從反駁的負責。我比肩對準他，沒好氣地說：明明是你無端惹出的誤會，該好好跟老師解釋清楚才对。沒什麼好解釋的，我的心意已經說得明明白白了。我滿臉震驚，你這哪是表明心意，分明是給自己制造尷尬處境。徐媛緩緩抬起眼皮，輪廓精緻的眼型裡，目光直直鎖住我，帶着幾分委屈，幾分彆扭，還有幾分說不清道不明的溫柔情愫。我差點沒忍住失笑。有些人明明長着一張全校公認的男神臉，偏偏行事半點不顧及形象。徐媛劍眉輕挑，在你眼裡，我是男神？我扯出一抹微笑。抱歉讓你失望了，是除我之外的全校女生公認的。你不知道嗎？學校論壇貼吧評選10大男神，你穩居前3。原來我們家秦學霸也會關注這些八卦瑣事，我還以為你滿心只有學業。我忍不住朝天翻了個白眼。誰是你家的？再說我也是被迫關注。秦氏3個室友都是八卦達人，耳濡目染，想不知道都難。事實證明，我還是低估了室友們的八卦熱情。我萬萬沒想到，他們的八卦之魂格外旺盛，甚至直接把我捲入了風波中心。回寢室收拾放假行李時，3人都用高深莫測的眼神打量我。好你個秦小慧，平日裡裝作潜心讀書的清冷模樣，沒想到私底下居然和校園男神走到了一起。我無奈咳嗽2聲。你們說話可要嚴謹些。什麼叫走到一起？我們之間清清白白，什麼都沒有。我向來走清冷學霸的路子，向來不沾染俗世紛擾，怎麼可能和他扯上關係？我們只是純粹的發小兼同學關係。是啊，大家都說男神單方面傾心我們學霸，看來秦學霸果然清冷自持。我瞬間愣住，你们的消息也太灵通了吧？不对，這些離譜的傳言到底是怎麼傳出來的？我憤憤地拉出行李箱拉鏈。就算是被無端傳成被暗戀，我也絕不接受這種不實傳言。更何況徐媛真正放在心上的人，明明是齊媛學姐。我已經打定主意，一定要理清誤會，親手打破這些流言蜚語。於是，當我提着行李箱走到寢室樓下，看見徐媛倚在她的白色小車旁示意我上車時，我眼神格外堅定，認真跟她說：徐媛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會幫到底，對你負責。幸好當時旁邊沒有路人，不然聽到我這般豪邁的語氣，怕是都要驚掉下巴。就連徐媛都愣了2秒，隨即眼底漾開笑意。好啊。沉默2秒後，總算變回了你原本的樣子，這才是我熟悉的你。聽到這話，我只覺得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清冷仙女人設徹底崩塌了。雖說徐媛行事總是不着調，但這話倒是沒說錯。我從前根本不是這般清冷內斂的性子，只是早些年沒有女漢子這個說法，不然用來形容我再合適不過。究其緣由，一半是遺傳了母親爽朗洪亮的性格，從小耳濡目染，性子格外直率灑脫；另一半則是被徐媛帶着，小時候跟着一群男孩子模仿古惑仔，爬高摸低，滾泥打鬧，樣樣都參與過。一切的轉變始於父母離婚的那天。那天母親紅着眼眶跟我說，她和父親要分開了。我不肯相信，跑去尋找父親，卻看見他摟着一位氣質溫婉清純的陌生女子。那女子舉止嫻靜，自帶仙氣，和大嗓門直性子的母親截然不同。那一刻我忽然頓悟，我要改變自己的性子，絕不要重走母親的老路。但我又打心底不屑那種故作清純的綠茶做派，我想做的是真正清冷疏離，不食人間煙火的高嶺之花。或許是心意使然，青春期的我身形愈發高挑纖細，皮膚愈發白皙，
留起及腰長髮，學着穿搭淡妝，走在路上回頭率一直居高不下。而知曉我真實性子的就有早已各奔東西，身邊只剩下徐媛這個知根知底的發小。回家的路上，我坐在副駕，認真幫徐媛分析起追求學姐的局勢。第一，雖說你是校園論壇頂尖男神，但也只是前3。且不說還有2人排在你前面，再過1個學期新生入校，大批高顏值學弟湧入，說不定你的排名都會下滑，難保穩坐前列。第二，齊媛學姐比我們高1屆，既是學生會副主席，又是戲劇社團負責人，閱歷眼界都遠超普通學生。你空有出眾外貌，卻不懂溫柔體貼，很難入學姐的眼。第三，你已經貿然表白過，還落得失敗收場。既然已成定局，就不必糾結過往。接下來要做的就是扭轉印象，慢慢提升學姐對你的好感度。我滔滔不絕分析完，才發現車廂裡安靜的可怕。轉頭看向徐媛，只見她眼神沉冷，手指緊緊攥着方向盤，仿佛要將方向盤捏碎一般。我心裡瞬間有些發慌，想起她剛拿駕照2個月，連忙抓緊安全帶。你也別太心急焦慮，我只是客觀分析利弊。你放心，這件事我一定會幫到底，負責到底。車子忽然一個急剎車，我身子猛地往前傾，差點撞上擋風玻璃。一只溫熱的手掌及時附住了我的額頭，穩住了我的身形。你說要負責，負責的是什麼？當然是幫你追到齊媛學姐啊！已經想好了，你追求成功之前，絕對不會把這件事兒告訴任何人。本以為徐媛會有所動容，沒想到她臉色鐵青，語氣平淡又帶着幾分無奈。秦小輝，你真是無可救藥，就你这理解能力，真不知道你的學霸頭銜是怎麼得來的。我暗自撇嘴，我的理解能力明明無可挑剔，從小到大，我語文考試也就大作文偶爾扣幾分，妥妥的文科優等生。能有這般成績，一來遺傳了文筆極佳的父親和理科拔尖的母親，二來自身向來勤奮自律，何來理解能力不足一說？一路上徐媛都沒什麼好臉色，我卻毫不在意，格局放寬，懶得和她計較。我默默動用自己的人脈渠道，打聽齊媛學姐的喜好、日常行程，就連她常去的奶茶店、服裝店都一一記了下來。追求心意之人，本就該注重細節，把握機會。這些道理徐媛定然不懂，也難怪她會傻乎乎的提着禮盒直接表白，太過唐突冒昧。不過沒關係，既然我答應幫她，定會好好教她方法。許是在車上低頭看手機太久，下車時我一陣頭暈，推開車門蹲在路邊，只覺得胃裡翻江倒海，格外難受。小輝、小徐，你們怎麼一起回來了？母親洪亮的大嗓門從樓上傳來，那音量隔着老遠都聽得一清二楚。徐媛停好車，從後備箱搬出好幾袋禮品，鐵皮石斛、東阿阿膠、祁門紅茶樣樣齊全，看得我目瞪口呆。放寒假了，我們考完試便順路一起回來，正好過來看看奶奶。徐媛口中的奶奶便是她的親祖母，老人家年紀大了，不願跟着兒子遷居，一直住在我家隔壁。這些年，徐媛父親常年在外經商，無暇顧及家中老母，大多時候都是我和母親幫襯照料。母親當即誇讚徐媛孝順懂事，放假第一時間就回來看望長輩。看到徐媛把大包小包禮品往我家送時，更是笑得合不攏嘴。小徐，你來就來，何必帶這麼多貴重禮物？這些營養品還是留給你奶奶自己用。徐媛談吐得體，從容應對，直言是感念平日裡我家和母親對奶奶的照拂，特意準備的心意。母親笑得眉眼彎彎，當即請來徐奶奶，張羅着做了一大桌飯菜，兩家一起共進晚餐。我小聲嘀咕：平日裡看着楚月華待人周到，怎麼到了追求學姐這件事上就這般不開竅呢？徐媛轻哼一聲，故意坐到餐桌對角，一桌子好菜，她偏偏專挑我愛吃的菜挪到自己面前，擺明了故意捉弄我。我懶得和她計較，大度任由她任性。只是先前下車時的眩暈反胃感還未消散，胃裡隱隱不適，半點胃口都沒有。晚飯結束，收拾妥當後，徐媛便開着車離開了。我這才忽然覺得腹中飢餓，隨之而來的是一陣陣鑽心的胃痛。我不敢告訴母親，生怕她大嗓門一驚一乍，小題大做，便以飯後散步為由，獨自走到小區花壇邊蹲下。這一蹲便是許久，待到察覺時，手腳已經凍得僵硬，想要起身都有些吃力。昏黃的路燈光影搖曳，看得我視線有些模糊，身後忽然傳來車輛行駛的聲音，我心裡暗自腹诽，哪個司機沒看到路邊有人停留？你怎麼蹲在這裡？不舒服？徐媛的聲音在耳邊響起，一雙有力的大手穩穩扶住了我的胳膊。原來那輛車是他的，我腦子昏沉地想着，他明明已經離開，怎麼又折返了回來？見我皺眉捂着胃部，徐媛語氣急切，連忙扶我起身上車。是不是老胃病犯了？走，我帶你去醫院。這家伙倒是有心，還記得我有常年胃病。我擺了擺手，讓他掉頭。老毛病了，不用去醫院，吃點溫熱的東西緩一緩就好。
徐媛半信半疑，還是順着我的指引，把車開到了一家老式粥店門口。我剛才特意折返，就是想告訴你這家粥店還在營業。看你晚飯沒怎麼吃東西，想着帶你過來吃點熱乎的。徐媛望着熟悉的店面，眼底滿是感慨。氤氲的熱氣從粥碗裡升騰而起，模糊了我的視線。恍惚間，仿佛又回到了年少時光，我們還是懵懂孩童，整日打鬧嬉戏。这家粥店是當初我跑完800米，他陪着我補作業時常來的地方。開店的年頭幾乎和我們的年紀相仿，一晃多年，那個帶着我爬樹玩泥巴，叮囑我勞逸結合、3餐規律別熬出胃病的少年，已然長成了校園裡萬眾追捧的男神。而我在徐媛搬去臨市讀高中的3年裡，沒人時常叮囑作息飲食，終究還是落下了胃病的病根。我小口喝着溫熱的粥，胃裡漸漸暖了起來，心裡幫徐媛追學姐的念頭也愈發堅定。這時手機彈出一條消息提示，我點開一看，瞬間喜上眉梢，真是天賜良機。我飛快打字操作一番，把手機屏幕轉向徐媛。開年後，學校要舉辦校慶文藝演出，由學生會牽頭，戲劇社團協辦。我剛收到學生會邀請，讓我負責寫原創劇本。我難掩心底的得意，徐媛卻一臉茫然。我不太明白，所以呢，讓你無償加班寫劇本，有什麼好開心的？我看着他不開竅的樣子，滿心恨鐵不成鋼。你怎麼這麼遲鈍？我已經向學生會推薦了你，由你來出演劇本男主角。我露出一抹神秘笑意。至於女主角，已經確定是齊媛學姐。可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徐媛半點欣喜之色都沒有，淡淡開口：“我可以拒絕參演嗎？”我氣得差點拿起勺子敲他的額頭。絕對不行！這點覺悟都沒有嗎？徐媛沉默不語，送我回家後便徑自離開，全程面色冷淡，和冬日的氣溫一般清冷。我不甘心。上台演出或許有些尷尬，但你放心，劇本由我執筆，角色由我設定。我一定給你量身打造一個完美人設，把你的男神魅力徹底放大，讓你一舉成為全校男神天花板。發完消息，我便埋頭構思劇本情節，沒再在意徐媛的回復，而他只冷冷回了一個字：哦。因為校慶演出籌備緊迫，我和徐媛過完年就被通知提前返校排練，依舊是徐媛開車來家裡接我。母親看着樓下的白色小車，故作隨意地詢問他從臨市開車過來的路程時長，得知要足足2個小時後，母親又連聲感慨路途辛苦，一邊客氣道謝，一邊麻利地把自己做的臘腸搬上了後備箱。林麗珍情誼深厚，小慧在學校還要麻煩你多照顧。這臘腸你倆回去分着吃，互相有個照應。我心不在焉地應着，心裡暗自腹诽，還不知道平日裡是誰照顧誰，但我已經打定主意，這一次我一定要做徐媛最強的助攻。這份決心，在我見到齊媛學姐後更加堅定。學姐依舊明媚優雅，修身連衣裙襯的身姿窈窕，氣質清冷如天鵝，亭亭玉立站在人群中，目光始終沒有落在徐媛身上。我心裡暗暗打定主意，該輪到我出手助攻了。我把打印好的劇本分發到每位演員手中，特意把男女主劇本用不同顏色標注。分發時我故意留了小心思，悄悄把劇本發錯，男主劇本給到齊媛，女主劇本給到徐媛。最先發現不對勁的是徐媛，她疑惑地看向我，指了指手裡的劇本，滿眼不解。我用眼神瘋狂示意他主動去找齊媛學姐交換劇本，可這木頭疙瘩寧願轉頭問我，也不肯主動和學姐搭話互換。人家學姐被表白都不尷尬，她不過是換個劇本，居然拘謹成這樣。最後還是齊媛學姐率先開口：“學弟，我的劇本是不是在你手裡？”我暗地裡輕輕推了徐媛一把，心裡暗自讚嘆學姐的落落大方、從容淡然。誰料徐媛直接把手裡的劇本遞還給我，一臉正經：“應該是發錯了，重新調整分發一下吧。”我內心無奈嘆氣，我只是編劇，又不是場務後勤。徐媛，你就不能主動和學姐換一下劇本嗎？迎着兩人略顯微妙的目光，我只能硬着頭皮上前，親自幫2人互換劇本。就連一向優雅從容的齊媛學姐，臉色也微微沉了幾分。好在學生會主席兼導演出聲招呼眾人排練，總算解了我的尷尬。我當即縮到角落，拿出瓜子準備安心看戲。本來劇本寫完我的任務就結束了，彩排壓根用不着我到場。但念在我和徐媛多年情誼，在她追求學姐的關鍵時期，我怎能袖手旁觀？自然要堅守承諾，好好為她把關。只是我眼睜睜看着本該好好表現、深情對戲的徐媛，全程完全不在狀態，和我預想的畫面截然不同。另一邊，齊媛學姐眉眼溫柔，望着徐媛念出軟糯深情的台詞，就連我聽着都心頭微動，暗自感慨自己寫的台詞竟這般動人，也佩服學姐的專業素養。可反觀徐媛，簡直像個沒有感情的台詞複讀機，語氣生硬，毫無情緒，連普通流暢度都達不到。我氣得牙根發癢，恨不得把劇本直接砸在她頭上，讓她好好清醒開竅。就在這時，徐媛徑直朝我走了過來。我跟導演商量過了，接下來我和你對台詞就好。什麼情況？我一時間懷疑自己聽錯了。見我滿臉錯愕，他淡淡解釋：“你是編劇，最懂劇本情緒和台詞節奏。”我深吸一口氣，
做好了耐心點撥他的準備。至於奇緣學姐，我已經不敢去看她愈發蒼白的臉色，只能暗自想着等兩人修成正果後，再好好向學姐解釋的來。身形一軟，直直倒了下去，像一片單薄的紙片一般。众人連忙圍上前，七手八腳把學姐扶往醫務室。我趕緊推了推徐媛，示意她趕緊跟上去表現一番，正是刷好感的絕佳機會。可徐媛雙腳像是被定在了原地，一動也不肯挪步，我簡直無奈至極。好好的機會就這樣白白浪費，她卻絲毫不在意，笑着看向我。你刚才說我願意，是認真的嗎？認真什麼呀？這是戲劇排練的臨場反應，只是帶入角色而已。後來我才知曉，奇緣學姐為了貼合角色形象，為了讓排練效果更好，特意空腹一整天，為了穿上修身連衣裙保持身形，連早飯都沒有吃，才會體力不支當場暈倒。我心底滿是動容，這便是專業與認真的態度，和徐媛漫不經心的模樣形成了鮮明對比。那一刻，我心裡竟生出一絲退意。奇緣學姐這般優秀認真、溫柔得體，徐媛如今這般不上心，實在有些配不上她。念頭剛起，我又立刻警醒自己不能有這種想法。客觀來說，徐媛也並非一無是處，除了顏值出众，運動天賦更是拔尖，跳繩、跳高、長跑、籃球樣樣精通。我拼盡全力才能勉強及格的項目，他總能輕鬆拿下優異成績，還總能耐心陪我練習，順帶調侃我的笨拙。除此之外，他心地也格外善良。有一次幫我去便利店買咖啡，轉頭就把身上的零錢都接濟了路邊衣衫襤褸的老人，還一本正經地說看着老人節儉度日，自己沒心思喝昂貴的咖啡。我無奈追問我的咖啡，他卻轉頭去隔壁星巴克，用自己的錢重新給我買了一杯。看吧，對待身邊人尚且如此溫柔仗義，日後對待心儀的姑娘定然也會格外用心。只是如今還沒開竅吧？我回過神，看着徐媛彩排時糟糕的表現，直接給她下了死命令，必須好好練習台詞和情緒把控。或許是我的再三叮囑起了作用，也或許是奇緣學姐的敬業態度觸動了她。自那以後，徐媛倒是真的認真了起來，每天拉着我陪她對劇本、練台詞、磨表情、摳動作。我滿心疑惑，學姐才是真正的女主角，直接找學姐对戲豈不是更合適，還能增進兩人相處機會？徐媛只淡淡說了一句：“士別3日。”當刮目相看。我瞬間了然，他這是想悄悄打磨演技，等到正式演出時驚豔全場，一舉俘獲學姐芳心。看不出來，這家伙心思還挺縝密。就這樣，我成了專屬對戲搭檔，日復一日陪着他練習那些深情繾綣的台詞，一遍遍念着騎士與公主的情話。即便只是演戲，每次對上他深邃溫柔的目光，我的心跳還是會不受控制的加速。好在日復一日的練習下，徐媛的演技突飛猛進，完全褪去了起初的生硬呆板，情緒眼神都拿捏得恰到好處。總算可以安心登台演出了。期間，學生會主席兼導演前來視察，對徐媛的進步讚不絕口。可臨近正式演出前的最後一次大彩排，徐媛卻執意缺席。我暗自心生疑惑，難不成他想留着實力，等到正式演出再爆發？我忍不住警告他，正式演出絕對不能掉鏈子搞砸，否則……迎着他帶着戲謔笑意的目光，我盯着他那頭標誌性的金髮，故作嚴肅，否則我就收回幫你到底、對你負責的承諾。我可不想為一個扶不起的人白白費心。徐媛望着我，眼神微微閃爍，拿起劇本擋住半邊臉頰。我再好好背幾遍台詞。我見狀滿心欣慰，總算肯他是用心了。徐媛背着台詞，忽然抬眼看向我。你有沒有想過，我心裡喜歡的人從來不是齐學姐？或許從一開始你就誤會了。怎麼可能誤會？我親眼看見你拿着禮盒跟學姐表白被拒，這事還能有假？說到這裡，我又連忙打住，不願再接他的傷心往事。我認定想做的事，就一定能做到。我想追求的人，也一定會拼盡全力追到。徐媛語氣認真，說出一句莫名的話。我想了想，如實回應：你想做的事，確實從不會落空。但追求感情這件事，我可不敢打包票。徐媛輕輕應了一聲，繼續用劇本擋着臉，不再多言。我望着他露在劇本外的金髮，忽然想起初3那年他跟着父親搬家的場景。那天他望着我，語氣帶着忐忑：這次分開，我們是不是以後很難再見面了？故作傲嬌的回道：是啊，除非你3年後能考上 A 大，跟我同校。他眼神堅定。好，3年後 A 大見。我當時只當是隨口玩笑，嗤之以鼻。那時他中考成績平平，就讀的高中也只是普通院校，而我從小便是學霸，保送進入是重點高中，目標直指全國前5的 A 大。以他的成績，想考上 A 大簡直難如登天。可3年後的 A 大新生報到現場，一抹張揚耀眼的金髮闖入我的視線，我徹底愣住，髮色嶄新，連染髮的藥水氣息都還未散盡，分明是特意染了頭髮，兌現3年前的約定。不得不承認，徐媛向來言出必行，下定決心要做的事，從不會半途而廢。只是我一直好奇，以他當年的高考分數，國內頂尖名校任由挑選，為何偏偏執着選擇 A 大？如今想來，或許只是為了兌現約定，
和我重逢在同一所校園。若是他能把這份執着用在追求心意之人身上，想必很快就能得償所願。校慶之日，文藝演出正式拉開帷幕，奇緣學姐盛裝登台，容顏明豔動人，妥妥的女主角氣場，優雅大方。可我的目光卻不由自主落在了徐媛身上。不得不說，她本就容貌出众，稍加裝扮更是俊朗逼人，眉眼深邃立體，身着一身騎士裝扮，襯得身形挺拔修長，配上那頭張揚的金髮，宛如從劇本裡走出的騎士，周身滿是迷人氣場。身邊室友早已忍不住小聲驚嘆，台上的奇緣學姐也一瞬不瞬地凝望着她，臉頰染上绯紅。我心底生出一種老母親般的欣慰感，看這情形，學姐定然对她動了心思，我的助攻任務很快就能圓滿完成了。可不知為何，當徐媛對着學姐念出那些深情台詞時，我的心裡莫名五味雜陳。我忽然明白，這些一遍遍對着我練習的情話，最終都是說給學姐聽的。我從頭到尾不過是她用來磨合演技的替代品。演出臨近尾聲，徐媛輕輕拉住學姐的手，輕聲詢問：“你願意嗎？”學姐胸口微微起伏，眼底滿是動容，任誰都能看出她真情流露。眼看我筆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劇情即將在舞台上圓滿落幕，台下两人也將順勢走到一起，我的眼淚卻忽然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。我借口隱形眼鏡佩戴太久發炎不適，匆匆離開了觀眾席，實則情緒翻湧，淚水決堤，隱形眼鏡早已滑落眼眶，視線模糊朦朧間，根本看不清迎面走來的人影，直到熟悉的嗓音在耳畔響起：“怎麼，被我的演技感動哭了？”我才猛然回過神，演出已然結束，主演本該留在後台接受校報採訪，徐媛怎麼會突然離開後台找到我？我連忙推她：“你快回去陪着學姐，別讓她等太久。好不容易讓她對你改觀，心生好感，別留下不好的印象。”好不容易。徐媛低笑一聲：“秦小慧，你就這麼不看好我？以我的人氣樣貌，何須費盡心思才能吸引學姐？”抱歉，对台詞而已，我定要把徐媛教得開竅通透。5分鐘後，咦？他居然說的意外流暢。10分鐘後，我望着他近在咫尺的眉眼，竟隱隱產生錯覺，仿佛他口中那些海枯石爛的情話都是認真說給我聽的。我的公主，我願用我的劍為你斬盡前路的阻礙，我願用我的馬帶你奔赴萬里河山，我願用我的心守護獨一無二的你。那麼，你願意嗎？鬼使神差間，我下意識脫口而出：“我願意。”這一刻，我全然忘了自己寫下的原台詞，本該是公主傲嬌回應騎士，而非這般隨口音允。徐媛臉上瞬間綻開笑意，眼底光芒清亮耀眼，溫柔的讓人移不開目光。我正有些恍惚，耳邊忽然響起一聲驚呼，一直默默站在一旁，目光落在徐媛身上的奇緣學姐忽然臉色慘。恰恰相反，忘了告訴你，演出結束了，校園論壇更新男神榜單，我的票數斷層第一，穩居榜首。巨大的信息衝擊讓我愣了許久，才想起追問他前半句話。你說恰恰相反是什麼意思？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奇緣學姐。徐媛遞來一張精緻卡片，我下意識以為是紙巾，正要擦拭眼淚，卻瞥見上面清秀的字跡，字跡溫婉工整，是奇緣學姐獨有的筆法，戲裡每月板報都是她親手書寫，我絕不會認錯。卡片上字字句句都是學姐對徐媛藏在心底的愛慕之情。我用力揉了揉眼睛，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眼睛發炎看錯了字句。別揉了，再揉眼睛会更不舒服，隱形眼鏡都要掉出來了。已經掉出來了。徐媛忍不住輕笑。我告訴你前因後果吧，這張卡片還有那個粉色蝴蝶結禮盒，都是學姐托室友送到我寢室的。我本想把禮盒退回，那天你恰好撞見，便誤以為是我準備表白，還被學姐拒絕了。我愣了足足10秒，聲音細若文瑞：“我完全不知道還有這些隱情，你也從來不跟我解釋清楚。”我不是沒有提醒過你，是你一直固執己見，認定我喜歡學姐。你看我平日裡對奇緣的態度，像是刻意追求的樣子嗎？我一時語塞，只好彆扭反問：“那在你眼裡，追求喜歡的人應該是什麼樣子？”首先，要讓他知曉我的心意；其次，要一直讓他知曉；最後，永遠讓他知曉。徐媛說着，又拿出一張紙條湊到我眼前，我視線模糊，只能湊近看清，依舊是考場那張熟悉的紅色愛心圖案。所以，秦小慧，現在你終於明白了嗎？我說的單方面傾心，從來都是你。從年少相識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是你。徐媛放緩語調，溫柔的氣息縈繞在我耳畔。早到3年前和你定下 A 大之約，早到日復一日給你帶熱咖啡，早到陪着你學騎車一起摔倒，早到我第一次聽說你鄰居、發小、爺爺戰友的孫女。我的秦學霸，倘若你在學業之外多花點心思，早點察覺到我的心意，我也不必這般迂回試探。眼眶泛紅酸澀，心底卻格外清晰地映着他認真深情的目光，和無數次對戲時那般深沉又炙熱。我故意嘴硬：“
可你和学姐正式演出时，配合的那般默契深情，所有人都以为你們会在一起。你以为我的演技和情緒是凭空练出来的？若不是日复一日陪着你对戏，若不是每一句台詞都藏着真心，若不是你說搞砸演出就不再管我，我何來的動力打磨演技？我忍不住嗔怪，說的跟被迫努力一樣。那你現在可以認真回答我了嗎？我向來言出必行，答應對你負責，就絕不會反悔。怎麼會眼睜睜看着你的心願落空？怎麼會眼睜睜看着你的心願落空？那我這位守護你的騎士，往後便一直陪着你。老實交代，你寫劇本的時候，是不是早就把我當成了騎士原型？女主角的設定根本就是你自己。這一次我沒有再反駁他的自戀。好吧，我承認，劇本裡的騎士腦補的一直是你。只是我從未敢想，這些深情告白，你竟真的打算說給我聽。那現在我再說一次，沒有舞台，沒有觀眾，只有我和你。萬物復甦的春日，我們相識的第10數個年頭，我執筆寫下騎士與公主的劇本，藏着年少不自知的懵懂心動。驀然回首，我才恍然大悟，這個劇本最好的結局，從來都是我願意。校慶演出圓滿落幕之後，A 大校園裡的流言徹底換了風向。曾經人人傳言校園男神徐源單方面暗戀清冷學霸秦小慧，如今變成了眾人磕風的青梅竹馬雙向奔赴。論壇帖子刷了一頁又一頁，有人扒出兩人從小同住對門，祖父是戰友的淵源；有人細數徐源為了奔赴約定放棄多所頂尖名校，執意考入 A 大的深情過往。還有人翻出排練現場徐源只願意和秦小慧對戲的細節，句句都是課堂現場。我抱着課本走在校園路上，總能感受到周遭若有若無的打量目光，偶爾還能聽到身邊同學小聲議論，臉頰總會不自覺發燙。往日裡清冷疏離、不食人間煙火的學霸人設，算是徹底維持不住了。徐源倒是半點不在意，反而格外享受這份公開的親近，每天準時守在我的教學樓樓下，手裡提着我愛喝的溫熱奶茶和低糖點心，身姿挺拔的靠在車旁，引來路過女生頻頻側目。秦學霸，下課了。他總是帶着笑意開口，語氣裡的親密藏都藏不住。我無奈走上前，壓低聲音：“你能不能低調一點？現在全校都在圍觀我們。”官宣雙向奔赴，光明正大，有什麼好低調的？徐源理所當然地接過我手裡厚重的專業課本，順手塞進自己的背包裡。再說了，不高調一點，萬一還有不知情的追求者覬覦我的公主怎麼辦？我被他說的臉頰發燙，忍不住瞪了他一眼。徐源，誰是你的公主？劇本是你寫的，人設是你定的，騎士守護公主，本來就是命中注定。徐源笑得狡黠，牽着我的手腕往停車的方向走，動作自然又溫柔。自從捅破彼此的心意後，徐源徹底卸下了所有迂迴試探，把多年藏在心底的偏愛，全都明目張膽地鋪展在日常瑣碎裡。他記得我有老胃病，3餐總會準時提醒我吃飯，再也不許我為了趕作業熬夜空腹。知道我怕冷，秋冬季節總會提前備好溫熱的保溫杯，走路時把我的手揣進他溫暖的口袋裡。了解我偏愛清淡甜品，會跑遍學校周邊的甜品店，把所有適合我的口味一一買回來讓我挑選。周末閒暇時，他不再和籃球隊的隊友出去打球聚會，而是陪着我泡圖書館自習。我買手刷題看書，他就安安靜靜坐在旁邊，要麼翻看專業書籍，要麼悄悄看着我的側臉發呆，目光溫柔的能溢出水來。偶爾我抬頭撞見他的視線，都會故作嚴肅，認真看書，別總盯着我走神。他便乖乖點頭，嘴上卻不饒人。看你比看書有意思多了。再說看自家女朋友不算走神。圖書館安靜肅穆，我怕引來旁人注意，只能無奈閉嘴，耳根卻悄悄紅了大半。校慶劇本演出結束後，學生會和戲劇社團特意舉辦了慶功宴，奇緣學姐也應邀出席，依舊是溫婉優雅的模樣。看向我和徐源時，眼底帶着釋然的笑意。席間學姐主動端着果汁走到我們面前，笑意溫柔：“恭喜你們，終於走到一起。”其實徐源學弟眼裡從來都沒有我。我有些不好意思的起身道謝，心裡暗自愧疚，當初誤會學姐，還傻乎乎的想幫徐源追求她。當初那盒禮物和卡片，只是我一時鼓起勇氣的心意投遞，被婉拒也早已釋懷。奇緣學姐落落大方，感情本就講究緣分，強求不得。看到你們青梅竹馬終成眷屬，我也真心為你們高興。以後咱們依舊是社團夥伴，不用覺得尷尬。一番話說得通透得體，也徹底解開了我心底的芥蒂。我由衷佩服學姐的從容大氣，也徹底放下了當初的執念。慶功宴結束後，晚風溫柔，夜色正好。徐源牽着我的手，沿着校園林蔭路慢慢散步，昏黃的路燈把兩人的影子拉得很長。當初你明明早就知道學姐的心意，也從來沒有動心，為什麼不早點跟我解釋清楚？我想起之前的誤會，忍不住開口問道。徐源低頭看向我，我想着正好借着這個機會，看看你會不會吃醋，會不會在意我。我愣了愣，隨即反應過來，氣鼓鼓地捶了他一下。
你居然故意捉弄我，看着我傻乎给你出谋劃策，心裡是不是偷偷看好戲？有一點。徐元坦然承認，隨即放緩語氣，但更多的是無奈。你心思都放在學業上，對感情遲鈍的要命。我若是太過直白，說不定還會被你刻意疏遠。只能借着這樣的契機，一點點靠近你，讓你慢慢習慣我的存在。從小學到大學，10幾年的朝夕相伴，我早就習慣了身邊有你。年少時不懂什麼是喜歡，只知道習慣和你打鬧，陪你上下學，事事護着你。所以你特意努力考上 A 大，還染了金髮，就是為了兌現3年前的約定？當初隨口了一句玩笑，我記了整整3年，拼盡全力考上 A 大，只是想重新回到你身邊，不想再錯過分毫。晚風拂過樹梢，帶來淡淡的花香，我心底暖意翻湧。原來那些我以為的巧合，全是他蓄謀已久的奔赴；那些我以為的捉弄，全是他小心翼翼的偏愛。寒假回家，兩家依舊像從前一樣往來親密。母親看着我和徐元形影不離的模樣，早就看穿了我们的心意，卻從不刻意點破，只是私下裡跟我笑着感慨：從小看着你們一起長大，我就知道你們倆緣分不淺，兜兜轉轉，終究還是走到了一起。徐奶奶更是格外歡喜，每次見到我都笑得合不攏嘴，拉着我的手不停誇讚我懂事優秀，直言早就把我當成了孫媳婦看待。兩家長輩的心照不宣，讓我們的相處愈發自在安穩，沒有絲毫世俗的顧慮。閒暇午後，我們還是會去小時候常去的那家老式粥店，熟悉的店面，熟悉的味道，氤氲的熱氣裡全是年少的回憶和如今的溫柔。我捧着溫熱的粥碗，忽然想起當初排練劇本時的場景，忍不住笑着開口：當初你跟我對戲，那些深情台詞說得那麼真切，原來從那時候開始，你就是在說真心話。不然你以為我為什麼只願意跟你對戲？徐元看着我，眼底笑意融融。對着別人說不出半分溫柔，只有對着你，才能自然而然流露所有真心。只有對着你，才能自然而然流露所有真心。那校慶舞台上，你對着學姐念台詞的時候，心裡在想什麼？滿腦子都是台下的你，想着早點結束演出，下來找你，不想讓你胡思亂想。看到你忽然離場，我心裡瞬間就慌了，生怕你暗自難過。原來他什麼都懂，什麼都看在眼裡。我低頭小口喝着粥，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揚。清冷學霸的偽裝早已卸下，在他面前，我可以肆無忌憚展露所有小情緒，不用刻意維持人設，不用故作疏離，只做最真實的自己。春日限定的溫柔，是年少竹馬的久別重逢。春日限定的溫柔，是年少竹馬的久別重逢。往後歲歲年年的安穩，是朝夕相伴的雙向奔赴。後來我偶爾還會拿起筆寫些小故事，主角依舊是溫柔守護的騎士和清冷純粹的公主。只是故事的結局不再是舞台上的落幕，而是煙火人間裡的柴米油鹽。歲歲朝夕，徐元總會安靜坐在一旁看着我寫字，等我寫完便湊過來攬住我的肩。不用寫別人的故事，我們的歲歲年年才是最好的劇本，最好的結局。我靠在他肩頭，望着窗外暖陽灑落，輕輕點頭。始於年少相識，長於朝夕相伴，終於雙向奔赴。往後餘生，清風明月是你，煙火人間是你，歲歲年年皆是你。